你说完了吗？该你开条件了。卢卡的事怎么算？我会给他足够的赔偿。到底是谁干的？你要敢说，合同现在就签。开这样的条件，是为了表现你的正义感吗？你说是就是吧。就像你说的，这不过是一桩生意。但是犯罪是另外一回事。我非常感谢你，能给魔晶这么高的估值。但是我还没有想好，我要不要和一个罪犯合作？这是一个童话概念，在童话里有一个树洞，你可以把秘密讲给他听。我们在做市场调查的时候发现，语音软件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的缓冲性。如果我打电话过来，你必须要马上接听，否则你得有所解释。语音信息就无所谓了，你有一个缓冲的机会。谈恋爱的人还可以反复的听，好像树洞里埋着的秘密。我还在这个树洞里面存放了200多段罐头音乐，根据不同的人物关系创作的，有亲密爱人，有父爱如山，有妈妈的吻，有思念如我，有狠心的你。这样你就可以根据你和这个联络人的情感关系，来选一段背景音乐放上去，一边听着音乐，一边聊着天儿，多浪漫啊！还有，你们看到这个界面上飘动的雪花了吗？这只是一个小型的动画，我们还做了桃花、杏花、梨花、柳丝儿，有60、70种植物，还有斜阳、晚霞等等等等。你就可以根据你和这个联络人的心情，来铺设一个聊天界面。比如已经离婚的前妻，你就可以搁一张电闪雷鸣的背景，响着重金属的音乐，咚咚咚的。这就是密聊。纳兰，你的意见呢？花里胡哨，华而不实。不好意思，龙总，请原谅我的坦率。我认为你想做一款拍照手机，这个想法很高明，也很有商业前途。但为什么你非要先做一款明显有抄袭痕迹的密聊呢？抄袭？现在移动互联网谁不抄袭？我也坦率地告诉你，我们不拼技术上的持久和稳定，我们拼速度，拼新技术的概念。也许我们的小龙手机做出来之后，很快就有人超过，但是对不起，我比他快，我按快消品的模式来做。这么说，你满意吗？你怎么不练了？叶问2.0。我跟保洁阿姨说了，明天就把那破木桩子扔了。为什么呀？都怪那个送快递，彻底毁了我的武侠梦，恨他，再不练。你跟那老混蛋见面，谈的怎么样？没事吧？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他给我开一个天大的价格，他说他要收购魔晶。
你卖他呀你？然后我又给他开了一个更高的价格，把他吓死了。你黑人家多少钱？我让他把害你的人交出来。哎，不行了，行了，要么回家，要么干活。赶紧把安卓系统不稳定的问题解决了，帮我查查成绩。魔镜都这样了，还有用吗？秦始皇、拿破仑做那么伟大的事业都会失败，何况咱们呢？就算魔晶明天就下架，我今天晚上也要把它改到完美。得嘞，我这给杨洋打个电话啊。明了说啊，我可没霸占你的意思，别老一见面就怼我。讨厌！哎，杨洋，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啊，我陪老大熬个夜，把安卓系统改了。你爱干嘛干嘛去，干脆你们俩私奔得了。嘿，你以为我不敢？彭总好。有什么事儿不能在办公室里说，非得到这儿来？私事。我跟你有什么私事？你答应过我要给我内部消息，我是来收税的。我又答应你什么了？你爸，那秘书长那儿有什么好消息，跟我分享一下。你知道，我爸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。别跟我来这套。好吧，我听我爸说，现在专家团内部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。别的呢？没了。这说明还是有很多人支持魔镜的。这个仲裁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所以龙少兄的秘料，我们得偷。彭总，我觉得你有点机会主义。我和龙少兄达成了一个协议，只要我偷他的秘料，他就可以跟我签手机的优先投资权。你跟着我折腾了这么久，这一次要是再折了，你怎么打算？能折吗？不好说呀。李奔腾已经这么成功了，谁知道这次他是铁了心跟咱们玩，还是玩票啊？他要是撤了，咱们可一点机会都没有。那要是失败了，哥你怎么办呀？回去工作，还是找个女朋友结婚？我有女朋友。你那个女朋友不懂。从前是我不好，错在我。将来日子还长，一切皆有可能。行吧，你别看现在外面黑茫茫的一片，创业就像是赌博，只要人还在，一切皆有可能。
你们这是要去哪儿？你不是在外地开会吗？明天一早还得飞回去，还有6、7个小时可以谈。进屋聊吧。郭新年，郭新年，你快醒醒！你怎么来了？我知道你有急事儿。什么事？我爸来了，他要跟你开个紧急会议。你爸来了。叔叔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刚睡着。我看了10遍。这个软件叫什么名字？您说。你不是说过你不会听我的吗？起个名字吧。那就叫腾讯吧。腾讯，听上去会不会跟捷讯差不多？等到咱们出来的时候，捷讯应该已经没有多少人会记得了。不管魔晶死不死，捷讯必死。我喜欢腾讯这个名字。行，组班子吧。你有好的软件工程师吗？有。我的要求比较特别，你听好了，所有人必须签保密协议。你组成工作团队之后，我付高薪，我付超乎他们想象的开发费用，但是所有人的手机必须没收，统一管理，只能在规定时间打电话回家报平安，不能讨论关于软件开发的任何情况。至于开发地点，我会放在更偏僻的地方，一直到软件测试成功之前，不能走入一点点的风声。你和你的团队做得到吗？咱们只是研发一款手机 APP， 又不是2弹1星，至于吗？韩非子说过：“君不密，丧其国；臣不密，丧其身。”你有任何问题，现在提出来，别现在答应我，到时候做不到。放心吧，我保证做到。我希望你明白，我愿意为了做这件事情放弃一切。我希望你也有一样的决心。你们麒麟的资源，我就一点都用不上吗？你们可是有2个亿的活跃用户啊！这个软件用你起的名字，它叫腾讯，它会有8个亿的用户，甚至更多。它能灭世苍生。上次你说到隆中对，隆中对之后是3分天下，
现在我跟你要做的是一统天下。郭新年，你是共产党员吗？我还不是。是团员吗？是，我高中就入团了。我也是。好，这很好啊。小伙子，不要只顾埋头搞科研，政治上也要求进步，争取早日入党。好。叔叔，您找我们来开会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第一，你们公司有多少员工啊？60多个，准确数字。62个，62个。啊，第二，我听说你们公司在等待仲裁结果。所以员工们都放假了。一会儿你们马上通知大家，明天早晨7点钟，全体员工准时到公司上班。记住，必须穿正装，必须带身份证。记呀。哦。第三，刚才在来的路上，我和纳兰草拟了一个汇报的提纲。一会儿你看一下，如果有什么不足，你可以补充一下。我看今天晚上你们就不能回家了，我跟纳兰也留下来，帮你们把公司这个环境卫生搞一搞，让公司也有个新的面貌嘛。哎，不用，我们自己来就行了。不必客气。你们2个人这个头发也太乱了点吧？啊，能不能抽空去理个发呀？叔叔，今天有点晚了。叔叔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们明天要干什么呀？爸，你总得让他们知道吧？好吧，由于有纪律，我不能全都告诉你们，跟你们透露一点吧。今天下午，苗部长把我找了去，我们讨论了科技创新，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创新问题。部长指示，明天中央首长就这个问题要进行专门的调研，第一站就是来魔晶公司。秘书长，已经找到这个大楼物业的王总，宋处长让您赶紧过去一趟。好，知道了。那我先去楼下谈一下安保的问题，你们再议一下这个汇报提纲，我一会儿就上来啊。好。你先看看。我没怎么见过大世面，
这要是明天首长问我问题，我该怎么回答？我爸反复强调，首长怎么问你就怎么答，如实回答，实话实说。实话实说，我会。老大，天上掉馅饼啊！你这准岳父太会办事了，你赶紧嫁给大烂子，以后我跟洋洋死命巴结你。卢卡，你说什么呢？他说那个，我们俩今天晚上就不用写代码了。卢卡打电话。我忘了。老板，先生报纸。记者朋友们，好好拍啊！这边，好了，现在记者们可以提问了，谢谢。请问郭总，运营商撤诉是因为首长视察的结果吗？我们和运营商之间的关系，主要是因为对通讯服务的理解不太一样。那么现在这个运营商撤诉了呢，是因为我们之间，我们之间达成了谅解。对，谅解了。老爷，老爷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耶！老爷，你吓死我了！我现在就去叫救护车啊，老爷！啊，若海，过去就好了。您是不是找这个？若海啊，人事已尽，天命难违。官司总算打完了。您的命要紧啊！老爷，有个急事儿，我必须告诉你。刚才何龙生来电话，说
说几大运营商的老板急着见您。料到了，他们得保命啊！你还见吗？见，躲是躲不掉的。金城呢？还没回来，在研发中心呢。别研发了，全部停了，让他立刻回来见我。演讲稿分为3部分，第一部分主要讲洛菲斯对科技创新的支持，第2部分主要讲魔晶的战力，我们是怎么发现它的，包括对移动互联网的展望。第3部分就是介绍一下我们正在跟踪的几个项目。密聊不能讲，所有和魔晶冲突的项目都不能讲，这样容易让人家认为我们是在鼓励恶性竞争。好，我会删掉。还好没迟到。兄弟，这一期对魔晶的投资款划拨了吗？还没有，今天早上财务刚让我做的单子。没违约吧？当然违约了，只不过郭新年不会追究。好人就是受欺负。兰兰，魔晶能够活下来，多亏了那秘书长为他奔走护航。你今天晚上回家一定要替我转达对他的敬意。你打住，魔晶能活下来是国家鼓励科技创新的结果，和我爸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倒是你呀，彭总，我要提醒你啊，你又是要卖魔晶的股份，又是拖欠他的投资款，现在记者天天追着郭新年，他的嘴可没把门。所以你还得帮我个忙，请你转告郭新年，洛菲斯和魔晶一直是同舟共济，荣辱与共。而且我现在正在替他做 B 轮融资，有了洛菲斯的支持，他一定会越飞越高。彭总，电梯来了。哎，罗伟，你回来了？胖子呢？好像吃饭去了，好像是。哎呦！罗伟，不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在抓一个项目，需要1年的时间。跟我走吧。不会跟你一样穿着衣服进去，到最后只剩条内裤吧？啊？你现在1个月挣多少钱？我给你翻1倍。真的假的呀？你要干嘛呀？我在招揽一批顶尖高手。你来了，我就告诉你我在干什么。考虑考虑。考虑好了，打给我。罗伟啊，这光天化日的就到我公司里来挖人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要不这样，你给我加1倍工资，我跟你干。我只要高手。
他还和谁联系过？不知道。魔晶会收费吗？魔晶会考虑跟运营商合作吗？魔晶的版权诉讼官司您怎么看？收费啊，收费。合作，诉讼。对，哎呀，这个闪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大家请回头看，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位是洛菲斯大中华地区的代表彭学武先生，洛菲斯也是魔晶的大股东。接下来的问题就可以问他了，鼓掌欢迎！记者朋友们，我很愿意回答你们的问题。洛菲斯和魔晶长期以来有着非常愉快的合作。问我吧。魔晶会收费吗？魔晶会考虑跟运营商合作吗？魔晶的版权诉讼问题您怎么看？彭总，跟我们说一说吧。对，跟我们这魔晶会收费？彭总，你是怎么看待这个？各位记者跟我们谈谈吧。不要着急，我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回答你。你说说吧，对，彭总跟我们谈谈吧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记者朋友们，打断一下，我们去办公室接着聊好吗？因为其他的员工还要办公。好，各位这边请。还不太习惯吧？唉，很不习惯。你要学会慢慢适应，企业做大了，就免不了要跟媒体打交道，这也算是一种公关能力吧。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？怎么见到记者就不会说话了？可是我不会说假话。祝贺你们！有什么好祝贺的？这下你终于脱离苦海了。媒体都说你是全国科技创新的楷模，以后没人再敢找你麻烦了。有这么大威力吗？你真有眼光。要是你还和我在一起，遇到这样的麻烦，我没有这样的家庭，没有这样的背景，也没有这样的社会关系，肯定办不成这样的大事儿。我要是你，也会选他。干得漂亮！你就是废话太多。您确定你身体没事吗？东西都带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运营商撤诉了，我已经通知律师，我也要撤诉。我们要体面下台。你还是应该和温蒂搞好关系。甭理他，我也是为你好。咱们俩在一块儿，能不能不提他呀？他毕竟是你的股东。非得说他是吗？
好吧，那我们换个话题。你现在渡过难关，很开心吧？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。哎呀，最近天天记者采访，弄得人头都晕了。不过我已经想好了，咱们俩单独找一个地方，好好喝2杯庆祝一下，来之不易啊。可我怎么觉得还没到该庆祝的时候？为什么呀？你现在只不过是斗倒了1个金针帮，接下来你可能要面对的是一群狼。什么意思啊？彭学武告诉我，他准备多投几家山寨版的语音软件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唯利是图。我在他手下工作了很多年，他就是一个老狐狸。他准备把手上的魔晶股份一次性卖给麒麟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哼，彭学武爱怎么干那是他的事儿，我有魔晶的控股权，我不会任人摆布的。你就是固执。彭学武还告诉我，李奔腾绝不会养虎为患的。魔晶的胜利未必是他希望的结果。你的意思是，李奔腾会是我下一个敌人？我不确定，但很可能是。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彭总，我今天还约了2个项目需要走访，就先不回公司了。你忙你的去吧。先走了。咱们也先不回公司了。我约了龙少雄。一定要投密聊吗？道理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我劝您再考虑考虑。小龙手机是个不错的项目，只要他把手机拍照功能做得尽善尽美，市场需求量应该会不错。但是密聊，我坚持认为很不靠谱。平凡又普通，美与众不同，别人眼中的我，谁不想成功，梦醒成英雄，在你眼中我不同。今生只有你看好我，只有你相信我有梦，有你带给我的星空，从未想过离开过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在左右，陪我从无到有。爱该不该再等候？快将爱说出口，与你相守。幸好